那么现在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 live coding， 题目是用 Moonbeat 来写一个微缩版的 Git。Git 应该是现在最流行的这个源代码版本管理系统。版本管理系统这个东西，最早从上世纪大概70年代开始就一直，可以说是从编程的早期时期就有人提出，并且一直在。可以小一点点啊，可以稍微小一点点啊。对。师傅，你数这个吗？缩小。这样就行了。OK，可以，这样就可以。好。可以，好。最早从70年代开始，那个时候的版本管理系统比较粗糙一些。后来到80年代到00年代，有比较健全的中央式服务器客户端式的这种管理系统，就大家可以通过同一个服务器，来对整个项目的历史版本进行一个管理。然后00年代之后呢，就出现了这种分布式的这个去中心化的，也不对，不能这么说，分布式的这个版本管理系统，特点就是每个人的本地仓库都是包含着整个项目的完整历史的，也就是说，只要你本地有副本，你随时可以迁移到其他的一个服务器上去，这样的话就做到了相对分布式的开发。Git 最早开发的原因，就是因为 Linux 内核开发的需要，他们原先使用的那个版本管理系统，应该是停止对他们免费提供支持了，所以Linux 它是自己写了一个，Git 这个管理系统。在如今，它已经拥有了非常丰富的功能和非常繁荣的这个周边生态，但它的这个核心思想呢，和当初相比，并没有变化太多，包括它的文档里也写，它的中心思想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内容寻址的这个文件系统。什么叫内容寻址的文件系统呢？就是比方说我有一个文本文件，内容是这样，那内容就是 FFO 3个字符，取决于编码，它的这个实际二进制的内容可能不太一样。那么好，我们就把这个二进制的内容取出来，通过一个哈希函数，我们根据这个二进制内容算出一个几乎是唯一对应的标志，来作为它的这个索引。这种对它内容进行一个总结，这个总结就是它的名字，它的身份牌。当然，这个会不会有冲突的情况呢？比如说不同的文件，它却拥有相同的总结内容，这个情况在历史上已经出现过一次。比如，我们这个比较小的演示项目使用的这个摘要算法是 SHA-1，这个也是 Git 曾经使用的算法，但它后来换掉了，原因是对，会 Web Coding 对吧？首码还是 Web Coding。其实这个因为1个小时的时间，如果
从头到尾写的话，我有点担心自己会写不下来，所以我已经提前写了一部分。至于我提前写的这一部分呢，其实有不少代码是 Web coding 的，那现在的话就现写吧，不一定能写完，看我们到结束的时候能写多少。好，OK， 讲到 SHA1，Moonbeat 社区是已经有一个 SHA1 比较成熟的这个实现包，所以我们可以直接调用它，不需要自己再另起炉灶写一个。当然这仅适用于像这样的玩具实现。如果要1:1的模拟，现在1:1的模拟 Git 官方实现的行为，那现在显然还需要深入阅读 Git 的源码，然后自己去实现一个跟它那个一模一样的哈希函数。但我们现在只是为了演示，所以这样做就可以。那么在获取这样一个摘要之后呢，也就是说，每当你改动你的文件，删掉一个字符或者加上几个字符，它内容发生改动，那么实际上就等于说是你直接多存储了一份文件。这就会，是的，所以说它是完整保留了你的所有的改动，改动的所有的版本。那么，但问题来了 ，SHA1 这个算法，它算出来的，它给一个文件算出来的这么一个身份，或者说令牌，是一个很随机的一个字符串。那么很显然，如果我们每一次使用的时候都要去根据这个都要背下这个随机字符串去找，才能找到我想要的那个文件，那是显然是非常不合适的。而且现在的所以说我们还需要某种方式，什么方式呢？我们需要某种把常规的文件路径名转化到这个唯一身份标志的方式。比如说我有这样一个路径，CLI CLI 点 MBT， 我应该有一个办法可以把这个路径变成把这个路径找到它对应的那个SHA1 标志。这样一来，我就有了一个相对友好的用户界面，就是一个真正人类可用的这个档案管理系统。那么在 Git 里面，它通过的是什么方式呢？通过的是一种叫做 tree object 的东西。就一个 tree object， 它能代表当前目录中的一层。比如说我当前的目录是这样有一些文件，还有一些目录每一个这其中的文件和目录会被映射成一个 tree entry， 然后这一个 tree entry 呢包含3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显然是这个 name， 就是他们的原来的这个文件名。然后呢，这个它会映射，然后它还有一个部分是这个 OID， 这个就是对应到用 SHA1 算出来的那个唯一标志，跟文件内容相对应的那个。这样的话，我们就有一个名字到 SHA1 标志的这个映射。这样一来，比如说我这里有一个文件，那么它这个通过这个 SHA1 就能够直接找到它的内容了。但假如说假如说我这个对象仍然是一个目录，还要往下找呢，那也简单，通过这个 SHA1 同样能够递归的再查找到一个 tree object， 通过这样的方式，它建立了一个层级式的索引，
然后通过这种方式，你就可以正常的通过跟在经典的 Unix 目录一样工作来使用这个东西了。好，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它的存储，它基本存储结构是什么样的。那么它基本存储结构是这个样，就我的一个 Git repository 应该有一个根目录就是这个 work tree， 我会设置它的一个根目录，然后我会设置一个 git dir， 就一般来讲是根目录下默认的那个点 git， 对，就这个点 git， 这个目录里面放的就是我存放的各个版本的这个文件的内容。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它是通过算那个唯一标志符来给它制定一个路径，然后来存放具体的文件内容的。然后呢，我还要有一个 config， 这个 config 呢，就是 Git 的这个基本配置，在我们的仓库的这个默认的路径是 config 这个它这个格式是它这个格式是 ini 这个配置文件格式的一个变体。然后呢，这个结构也比较简单，只有2层一层是这个上面这一层 section， 然后底下这个就是用等号连接的这个建制对。ini 文件解析，木币生态里面也是有现成的库的，就是在挂在 community 下，所以我们直接使用这个库来进行这个文件配置文件解析。要 set up 一个 repository， 我们使用 init。init 要建立什么东西呢？基本上是要建立这些东西，一个是 objects 目录，一个是 refs 目录。objects 目录就是之前讲的，像我们要放文件我们要保存所有版本的文件，我们就以 object 的形式放在下面。就普通文件呢，它是以这个 blob object 最简单，我们不需要多放点什么，就原汁原味的保留它的内容就可以了。OK， 那我们 init 还有一个是 refs 引用，这个等会儿再说，一时半会儿还提不到这个。还有一个文件点 head， 大写的 head， 还有一个是我们的配置文件。配置文件默认内容只需要协定这几条，一个是 repository format 的版本设成0就好，还有2个分别是模式的设置。这个我们暂且不讲解它们作用，只要跟随这个使用这个默认配置就好。如果我们在创建一个 repository 的时候读不到这个 config 文件呢，就直接返回一个默认的 config 就好。好，然后创建这个之后，我们在我们的这个 CLI 这里来看一下。好，在 CLI 这里，那我们就编一个异步函数 sdt init， 它接受什么呢？从命令行参数里面接受一个 pass， 然后把这个 pass 作为参数来调用。好，我们来构建一下看。现在刚才是在这里设置了一个用来测试这个微缩版 Git 实现的目录。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之前操作过 init 之后，
包括 fish、shell 也识别出来了，当前是一个 Git 目录。用正牌的 Git 查看 status， 你能看，这是一个刚刚创建出来的，这个目录。好，现在添加一点内容，好，再转过头来看代码。我们已经有了这个对，把路径转换为形式。我们已经有了把路径转换为 Git 存储地址的形式。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编写几个比较原始的Git 命令 hash object， 还有一个应该是对，叫 hash object。hash object 应该接收什么呢？应该好，让我想一想。hash object 是 Git 的一个比较原始的命令。好，让我来看一下，对着 Git 的这个描述来看一下，它应该实现一些什么。object type write object into the object database， 所以说这就是 Git 的概念，它是把它的这个整个工作数看成一个巨大的 object database， 每个对象都有一个相应的存储。好 ，path process file as you go from this path。我们看看应该怎么实现这个。好像我的理解不太对。稍等，我来看一下。hash object 应该是计算就是对象的 ID， 但是那不如直接来试一下。哦，对，这样操作就对了。它计算出它这个对象 ID， 那我们也来实现一下这个，然后看一下跟 Git 官方实现是不是一样的。好，要实现它需要计算一个文件的OK， 计算它，我们来调用一下这个函数 repository write object， 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给一个我们给一个 object， 然后想办法给一个 object， 然后我们有一个参数 dry run， 如果只用 dry run 的话，就是我们只会计算出它对应的这个 SHA 呀。这个文件的存储，它其实是有压缩过的，所以这个压缩是调用这个 zlib 库，同样，跟之前 SHA 我是用同一个作者的 zlib 压缩库。好，
使用一样的逻辑，提取一下 path。首先要读取一下这个 path 下面的文件内容，然后把它转换成一个，这应该是一个文件，然后把它转换成一个 blob object， 是这样吧？是，把它转换成一个 blob， 既然是一个文件，应该把它转换成一个 blob object。async 这个 async 库的这个 fs 模块，我们可以从这个硬盘读入文件啊，read file pass。OK， 选择读入之后呢，可以有好几种模式，比如说 binary 就是调用 binary 方法啊，那读取出来的就是 bytes。我们调用text 的方法，那读取出来就是 string。Movie 的 string 是 UTF-16的啊，所以一般来讲默认都要多一个解码啊，或者说你要这个包装也是比较多的，或者说如果你想我只想直接一点，我只想简单读一个 JSON 出来，那我就直接调用 JSON。async 库是我们这个官方支持的。不久将来也会直接放到 core 里面，到时候就不用做任何步骤，直接 import， 然后就可以用了。好，然后等一下，什么机？global object， 调用一下这个 deserialize。OK， 调用一下这个 deserialize， 把它变成一个 blob object， 但其实什么也没做，就是包装了一层，然后blob 包装成这个上面一层的。没有处理对，要在一个包外面调用的话，应该把这个屏换成 pub， 然后 pub，OK， 现在可以在外面调了 content， 算了吧，直接叫 object。let 不需要重新 init， 这个直接 new 一个就可以。white object， white object。
再重新编译一下。再重新编译一下。现在 Async 服务是只适用于 Native 后端的，以及支持上也是 Linux 和 macOS 支持比较好。对 Windows 支持还这个稍微有待改进一点啊。SGT hash哦，那个初始化那个不对，确实 init 是这样，应该默认分编译。好，OK， 这个看起来跟 Git 的实现，哎，居然是一样的哦。Git 那个改进过的 SHA1，我也没有细看，但看起来在这种普通的东西上行为还是一样的，那就好，那就有一个比较好的可比对对象。OK， 这是把一个文件肯定算内容计算，那它这个就把这个分解，就会得到它在那个点 Git 目录下面的这个存储路径了。好，那我们再反过来再写一个命令cut file。对，这个 cut file 应该是要反过来，根据那个我来看 git cut file。这个使用方法 ，OK，git cut file 就反过来，你输入一个像上面这样一个 object 给它，然后它给你自动去找这个 object 对应的这个文件内容，叫文件内容打印出来。应该是这样吧。我先用正牌的 git 来 add 这一下。需要吗？修一下。要等一下。哦，没扣。Ctrl C。对。好，看起来不是这么用。can be one of type can be one of blob tree。要指定一下这个 type， 因为这是普通文件，所以呢就是 blob。这个哪不对？怪这是哪不对的？可能我记得有点问题，让我来想一下。不用杠 T 是不是？好像不用杠 T。
bed file 啊，那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把这个加到里面去。哦，对，把它添加过之后啊，再用这个算出来 SHA1 去找，它就会打印出来这个文件内容。那好，我现在就来实现它。好，那要读的是就是两个内容，一个是要处理命令行参数是两个，一个是 type， object type， 这个 type。blob 就是普通的文件 ，tree 就像刚才说的那样，就是你一个路径。commit 和 tag 都是到后面的操作需要的。这个 tag 对应就是那个 git 打 tag 的那个操作 ，commit 对应的就是普通 commit 操作。好，然后，哎，有人问问题吗？没有。好，那这个 object type 然后 SHA1。刚才实现 hash object， 对 hash object 实现这个问题 ，OK， 应该是这样，复制粘贴导致的。好，好的，这个还是好，现在我们拿到了一个 object type 的消息，然后拿到一个 SHA1，要根据这个反过来查询 git， 也反过来查询这个内容。首先还是先留一下仓库有基础信息才好办。好，刚才我们调用的是 write object， 现在应该调用 read object。OK， 放在上面看一下。read object， 好，SHA， 其实这个参数名写的不是很对，算了，不改。OK， 两个参数，这也不是两个参数，就是这个。哎，前面 type， 对 ，let A and B 什么等于 match 啥意思 ？let A， 它能完整展开一下它的问题吗？没有 match 点点。这个就是一个。这个就是 Moonbeat 里面 match tuple 的语法，就 let 这里也是可以做模式匹配的，就是你后面这个我们这个 match 表达式
返回值是一个 tuple 嘛，对不对？然后 object type shae，然后在这里再 let 再给它解构一下，这样就可以有的时候就方便你一次 let 的定义多个变量用嘛，就是这个作用。OK， 这个read object 是对，在这是因为它这个 object 的文件头里面其实有写它是哪一种 object， 所以可以自动判断。哎，奇怪，但是这个命令行，那也有可能不用传也行啊，不行。但是虽然它能自动判断，但是 Git 官方这个命令行还要求必须要传一个。那算了，我们省点事儿。我们既然能自动判断，那我们就自动来。OK，read object 返回这个 object d serialize， 不对 serialize， 序列化成这个 read object。等等，这个返回的这个 object 是对4种 object 的这个统一包装哈。那学校教用的都一样，就是这个。算了，还是短一点。通过 serialize 可以把这个 object 重新把这个 object 是解析好的带结构的，从 serialize 可以把这个重新转换成这个二进制 bytes 流，然后把这个 bytes 直接打印看，先直接打印二进制看。好，好，打印出来。不过呢，我们这个打印出来的结果是，多了一个，前面3个我能理解，为什么后面多了一个 x0a 呢？有点奇怪，可能是我哪里写错了。不过这小 bug 不影响，大体上应该是对的。回头修一下，下次直播的时候应该就已经修好了。
OK，因为我们这个是 bytes 直接打印的，所以可以看到它前面还带着一个 b， 这个是Moonbeam 的 bytes 在转 string 的时候前面会带这个东西。OK， 好，这两个都实现了，就是不过这两个都不是平常会使用的那种命令，这个都是这两个都是那种内部命令。Git 好像在文档上对这个有一个专门的名字，不过我给忘了。好，接下来实现什么？来看，实现两个最简单的。接下来写那个，我想想。写那个，你去不可以用 AI 写，写完之后对比跟官方实现，都考虑了。让他写个命令，让他写一个 AI 写一个命令嘛？对，还剩不到20分钟，感觉 Codex 的速度可能到，可能是写完了，但中间说什么呢？好，这个。OK， 那这两个命令是应该是针对 blob object 比较多。然后我们再来实现一下这个 ls tree，git ls tree， 这个就是针对刚才说的 tree object， tree each pass show。现在跑一个看，对 ，KDL， 跑，他挖哦，看来我还是得搜一下这个具体应该怎么使用。它参数应该是一个树状对象。好，它参数应该是一个树状的对象。那么，好，先建一个目录，然后都添加进去了，然后hash object 应该是用 hash object， 能查看 bar 吗？hash object 可能只是针对这个文件的一个树状对象。这要怎么使用来着？好，然后再看看这个说明。Show trace resource into subtrace. Show trace when resourcing. Terminate any trace. Include object size. 啊
not a valid object。哦，它应该需要一个 object name。hash 指定 type。哦，它这个最后只能是 file 是吗？好，让我们来搜索一下。哦，直接看，不带参数看。哦，这个是需要等等。那是换一个吧。一时半会儿记不得。real pass。opt。阅读提交。算了，还是来实验比较常用的命令是吧？哦，感谢帮助。D 哦 D 好，一时半会儿记不得这个具体是怎么使用的。好的，还是那我们来实现比较常用的命令，比如说 add 的怎么实现？平常最常用的命令，把一个文件提交到这个缓存区。缓存区是这样一个概念，就在 Git 进行提交中，你首先比如说你改了文件，你首先要用 add 的把它放到这个暂存区里面，然后再用 commit 提一个实际的提交。然后这缓存区对应的概念呢 ，Git 里面叫这个索引文件。OK， 我们看这个 index file。索引文件的基本结构就是，首先你有一个 version， 这个代表的是你这个索引文件的这个版本，因为不同版本它的结构可能会不一样嘛，你把有 version 号写在里面，就可以对前面的进行兼容，这样你后面改的结构的话，也不至于碰到前面的仓库就不能用。然后还有一个是 entries， 基本上就是一系列的，基本上就是同一个结构的这个重复。这个 entry 结构呢，保存了
保存了很多的这个关联信息。好，我对这个我实际上也不是特别的熟，让我来找点文档看一看。暂存区，index entry 这个它这个是这个缓存这个实现，它保存了很多关于文件的这个原信息，比如说这个 path，当然这个是完整的啊，比如说你有一个那个服务把 txt，这个存的就是完整的，不像那个之前的 tree object 那样只存某一层的扁平的名字。然后呢，这个 OID 就是 SHA-1算出来 SHA-1。除此之外，它保存了很多那个文件的原信息，比如说像什么时间，create 这个时间是 C-time 是那个文件的创建时间，M-time 是那个文件的修改时间。好，还其他还包括一些杂七杂八的，你可能用到，可能平常不会去关心的这个原信息，比如说这个文件的 UID、Group ID，以及这个文件大小。OK。总之就是这样一个，就这样一个对文件信息事无巨细的这样一个记录。好，那么 add 的这个命令的这个作用呢，add 相对复杂，还是 ls-file 啊 ls-files 对，这个命令它作用就是读取那个点 git 下面的这个index 文件，对 index 文件，然后从这个 index 文件里面来获取当前已经有哪些文件被提交到这个暂存区。这个 index 文件，一般那叫默认的命名就是在这个 git dir 下面就直接叫 index， 它这个二进制格式解析比较复杂啊。OK， 那让我们来实现了。ls-files， 看起来不用，如果只是要实现它这样的话，那看起来不需要参数，那好办。好，放摆这没放。我记得没错，有个包装 repository read index。还是然后读取 ls-files 就比较简单一点，读取这个 index 文件，然后拿到这个 index， 然后这个 index 读取这个 index 文件，然后
拿到这个 index， 然后这个 index entries， 对，便利这 entries。便利 entries， 对每个 entry 打印它这个 entry 点 name， 哦不对 pass， 它这个是完整路径。好，再编译一下试一下。看能不能正确的打印，已经添加进JS 文件了。好，跟正牌的 BIP 一样，它能正确的读取这个，index 文件，然后也能正确解析，也能正确打印这个相关信息。那好，我们稍微给它加点东西吧。比如说我们这个再顺便打印一下那个顺便打一下其他一些信息看看。OK， 比如说可以看一下这个，可以看一下这个 size。好，也发后。看一下这个文件有多大，这个 size 应该是按照字节数来算的。这两个文件都是应该都是4字节左右。好，那直播也差不多要结束了，各位看到这里的朋友，有人问，就是说有没有试过用谷歌的那个软件做过 web coding。Anti-gravity， 这时候你用过吗？没有。我也。我们并有没有计划做一个谷歌 AI Studio 的应用？由于这不在我工作范围，所以我不能很快的给出介绍。我明天会问问同事。OK， 官方有试过 Anti-gravity 做 web coding 吗？我们官方是现在是什么后端？现在是什么后端？我现在使用的是 native 后端，因为现在 async 库它这个 eve.io 暂时只能支持native 和 JS 后端。然后这个嘛，这个包装嘛，因为我是最后要编译成一个命令行的应用，所以用 native 会比较方便一点。好，看大家还有没有问题问一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看起来跟写 Rust 一样。
其实不能这么说。首先，Rust 因为 Rust 它是做手动内存管理的，所以它有一套很复杂的生命周期机制，来避免手动管理犯错。但我们不一样，我们是自动内存管理的，也是你写的时候比较简单一些，不用操心那个。如果你说语法像的话，的确，语法有很多地方是很像的，但你可以看到，并没有生命周期标注相关的语法，也不需要考虑借用啊这些概念。我们这个编程的概念是比较简单的，就心智模型是比较简单的，你只需要大部分时候你只要写就好。行，差不多了，可以。好，好，好，那么今天的这个直播就到这里。好，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再见。下次应该会准备的更周全一点。